今天要带大家一起解决壁扇摆头卡住、发出咔咔声的问题。只要简单几步骤，让你的壁扇恢复正常运作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宝频道，我是阿宝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换壁扇齿轮箱。遇到摆头卡住、咔咔声，通常就是齿轮箱故障，一起动手来修理吧。今天的影片我们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跟各位分享一般常见的摆头齿轮箱。第二个部分我们会有实际的更换操作。一般来说，电风扇或者壁扇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就是无法正常的摆头，以及运转的时候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几支影片，我们有处理过发出异音的问题，有抽风机轴心润滑的实作，也有电风扇轴心润滑的实作。有需要的话，相关影片的连结我都会放在资讯卡或者下方的说明栏哦。关于风扇摆头的问题，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相关的影片，有 DC 壁扇的解决方法，以及传统 AC 立扇的处理方式。今天我们要处理的罪魁祸首是一台 AC 的双拉壁扇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首先我们还是先进入第一部分，跟各位介绍一般常见的摆头齿轮箱。右手边这两款零件在我之前的影片都曾经有出现过，最左边这一款则是 AC 的双拉壁扇专用的。我今天会依照种类、材质以及安装规格来把它们分类，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。如果你买了不合适的零件，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的哦。种类的部分，我们这边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。第一种是电子式的，这两款就是一般传统的齿轮箱，这里面是一个同步的马达，相对的这两款则是没有马达，也没有动力，它是依靠电风扇叶片旋转的时候带动里面的齿轮，让电风扇能做出摆头的动作。就材质来说，这种电子式的就没有什么材质的区别，相对的传统的摆头齿轮箱它就有齿轮材质的区别。一般比较常见就是我现在准备的这种是塑胶的齿轮，另外市面上可能也可以买到金属的齿轮或者混合式的。简单的来说，塑胶齿轮就比较便宜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不耐用。金属齿轮相对就比较耐用，但是它的造价就会比较高。我不确定有没有卖那种齿轮箱里面就已经把它混合好的，但是我有见到网络上有单纯在卖金属的齿轮。我们今天不会把这个箱子拆开做齿轮的更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或者下一次我有机会可以试着把这个齿轮箱拆开，买金属的齿轮来更换试看看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规格以及购买需要注意的事项。电子式在购买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型号的，但是有的型号它会有出很多种款式，它这个轴心的长短还有轴心的形状，在我之前这个影片我有说明的比较详细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观看我这部影片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今天会使用到的 AC 的风扇传统式的齿轮箱。像这种齿轮箱在购买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型号来让你对照，最重要的要留意两个部分，第一个是款式，第二个是安装的孔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款式，右手边这个就是一般我们传统立扇使用的齿轮箱，上面这一根就是一般我们用手来控制电风扇摆头的拉杆。左手边这一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设计是不太一样的，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按压的设计，像这个样子，按下去它就会卡住，再按下去它就会跳起来。这种设计主要是给双拉壁扇使用的，单拉的话就是说拉绳只有一根，那一根拉绳是控制开关的。如果是双拉的壁扇，
下面就会有2根拉绳，一根就是用来控制开关跟风速，另外一根就是用来控制摆头的开关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连接拉绳。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看一下它安装的螺丝孔位，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安装的孔位是1、2、3，这3个螺丝孔位它是呈现直角三角形的。在台湾齿轮箱的孔位设计都是这样子直角三角形的，但是由于市面上现在会有很多大陆品牌的电风扇，它的安装孔位就跟台湾的不同，它是呈现一个正三角形的形状，所以选购的时候要留意这个螺丝孔位的问题。接下来各位有没有发现这2款除了上面设计不一样之外，下面看起来好像也不太一样哦。我们从底部往上看，它这边有一个大齿轮，右手边这个就没有。右手边这一个它是靠着中间这边来带动下面这个东西旋转，下面这个东西旋转就可以带动摆头。然后这个款式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多了一个小齿轮，它用这个小齿轮来带动这个大齿轮旋转。后来我发现左手边这种设计，它可以产生比较大的拉力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际操作的环节哦。我这边已经把壁扇拆下来了。如果只是要更换摆头齿轮箱的话，只需要拆掉后面这个白色罩子就可以。白色罩子后面这边一般都会有一个洞，这里面会有一个螺丝，把这个螺丝卸下来，这个罩子就可以拿掉。那一根螺丝就是锁在齿轮箱后面的这个洞上面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使用的工具只需要一支十字的螺丝起子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螺丝卸下来之后，后面这个罩子它就是可以这样子拿下来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原本这一颗齿轮箱，上面这个地方就跟我们买的双拉壁扇用的齿轮箱是一样的，这地方有根铁片，这边有一条拉绳，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做动。但是我发现它这个下面跟我们买的设计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次买这一种款式的回来，感觉上应该会比较耐用一点。我也是第一次更换，不晓得这个设计不一样能不能通用。我们等一下换完就知道了。要拆下这个齿轮箱的话，就是我们说的3个螺丝，这边2颗，这个地方1颗。然后下面联动杆这边有1颗螺丝要拆下来。双拉的壁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先把它解除。我在转这一颗下方联动杆的螺丝的时候，发现这一颗螺丝好像是反牙的，顺时针转才会松开。如果逆时针松不了的话，试着顺时针看看。3个螺丝都卸下来，下面的这个联动杆脱离。左边这边拉绳把它解除之后，这个齿轮箱就可以拿下来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旧的跟新的差别。上方的部分是一样，下方的设计是不同的。装上去的话，我们就把电风扇的这个轴心对准齿轮箱后面的这个洞，把它装回去，再把螺丝都锁回去。我现在新的齿轮箱已经装上去了，3颗螺丝也锁好了，下面联动杆这边我也锁好，上面它这一根拉绳有点像脚踏车的刹车，你可以往这个管子里面喷一些 WD-40， 这样会稍微滑顺一点。这个装上去的方式，先把下面这个头穿过这个铁片，有一个比较大的洞，穿过去之后再把它往左边拉紧，像这个样子，线就已经套到这个铁片上面了。然后把这个线往下拉，它这边有个沟槽，把这个线塞到这个沟槽里面，白色管子要顶在这个沟槽的下方。我现在从下方拉一下拉绳试看看，看起来是可以正常做动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罩子再罩回去，螺丝再锁回去。我们现在组装完了，然后我把它挂到墙壁上面，这样比较好测试。先打开电源，它现在没有在摆头，我们拉一下，摆头正常。
让它摆一会儿试看看。看起来是没有问题，停止摆头，摆头，停止，看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发现，我买的那一个齿轮箱，虽然下半部分的设计跟原本的不一样，但是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壁扇摆头的维修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